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份震撼营养界的排行榜，最新高蛋白食物榜单。很多人一提到蛋白质，第一反应就是吃鸡蛋。然而在这份榜单中，鸡蛋竟然连前10名都排不进去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每天一颗的营养金蛋还不如别的食物吗？更令人跌破眼镜的是，排行第1名的高蛋白食物居然是种平价又常见的东西。今天就带大家揭开这份榜单的神秘面纱，看看哪些食物的蛋白质含量远超鸡蛋，帮助我们彻底告别肌少症。在开始介绍榜单之前，我们先强调一件事，蛋白质为什么这么重要？随着年龄增长，许多人发现自己的肌肉一点一滴在流失，腿脚不如从前有力，这就是所谓的肌少症。一般人大约在50岁以后，每年可能会流失将近 1% 的肌肉。如果不特别注意，到了60-70岁时，肌肉减少会让人感到虚弱，走路不稳，甚至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。蛋白质正是肌肉的建筑材料，没有充足的蛋白质，肌肉就很难维持。那每天需要多少蛋白质呢？营养专家提供了一个简单算法，每公斤体重乘以 0.8 克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体重50公斤，每天大约需要40克蛋白质，这只是最低需求量。如果你经常运动健身或者从事劳力工作，蛋白质需求量更高，最高可以到每公斤体重2克左右。对于中老年人，反而更需要多补充一点蛋白质，因为随着年龄增加，身体对蛋白质的吸收利用效率下降。如果蛋白质吃太少，肌肉就会偷偷流失，就算不瘦，体态也可能变得松弛无力。所以中老年人想对抗肌少症，每天的蛋白质摄取量应该比年轻时更充足，才能维持肌力。当然，光吃蛋白质不运动，蛋白质也很难真正变成肌肉。营养加上适当的阻力训练，才是预防肌少症的黄金组合。了解蛋白质的重要性后，我们就来看看10大高蛋白食物都是谁上榜。这份榜单据说由专业营养机构评选而出，每一种都富含优质蛋白，而且蛋白质含量都比鸡蛋还要高。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大约是每100克13克左右。鸡蛋虽然营养价值高，但在蛋白质含量这个单一指标上，很多食物远超它。我们会从第10名一路介绍到第1名，越往后出场的蛋白质含量越惊人。其中既有我们熟悉的平价食材，也有你意想不到的营养明星，特别是第1名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倒数吧。第10名是南瓜籽，没错，就是那种常见的南瓜籽。别看南瓜籽小小一颗，浓缩的都是精华。南瓜籽含有极为丰富的蛋白质和营养素。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显示，南瓜籽属于坚果种子类食物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之一。每100克南瓜籽含有约30克以上的蛋白质，这样的蛋白质比例相当于瘦猪肉的 1.6 倍。难怪有人开玩笑说，吃南瓜籽等于在啃植物肉。南瓜籽除了蛋白质高，还富含锌、镁、铁等矿物质，以及对心血管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。适量吃南瓜籽不仅能补充蛋白质，还有助于摄取微量元素。很多银发族或男性朋友可能听说过，南瓜籽含锌高，有助于维持男性健康和免疫功能。作为零食，每天抓一小把南瓜籽当点心，既能解馋又补充营养，一举两得。不过要注意，南瓜籽的热量也不低，而且赖氨酸等必需氨基酸含量相对较少，因此南瓜籽再好也要适量，而且最好搭配其他富含赖氨酸的食物一起吃，营养才均衡。如果是市售已调味的南瓜籽，比如咸酥南瓜籽，含盐量可能较高，建议选择原味未加盐的南瓜籽，更健康。除了南瓜籽，像葵花籽、杏仁、腰果等种子坚果类食物的蛋白质含量也都不低，一般在每100克20克左右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花生，很多人没想到花生其实不只是油脂高，蛋白质含量也很惊人。每100克花生含有将近25到30克蛋白质。花生其实算是豆类的一种，在高蛋白食物中占有一席之地。适量吃点花生和坚果，可以轻松补充植物性蛋白。不过因为坚果种子类普遍脂肪热量也偏高，吃多了容易发胖，所以每天一小把，
大约1汤匙到1小握就够了。第9名是奇亚籽，奇亚籽这几年很红，被誉为超级食物。它其实是鼠尾草的种子，外表黑灰色，小小颗，看起来不起眼，但营养成分相当丰富。奇亚籽中每100克含有大约17克蛋白质，虽然蛋白质含量没有南瓜籽那么爆表，但奇亚籽胜在营养均衡全面。首先，它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这是一种对心血管和抗发炎非常重要的好脂肪。Omega-3 有助于减少体内发炎反应，对中老年人维护肌肉和关节健康很有益处。其次，奇亚籽的膳食纤维含量极高，100克奇亚籽中含有将近34克的纤维。高纤维有助于肠道健康，也能增加饱足感，防止我们过度进食其他高热量食物。纤维还可以帮助平稳血糖和胆固醇，对有三高困扰的中老年人而言是额外的好处。奇亚籽还提供钙、镁、铁等矿物质，可以说是小种子的大能量来源。事实上，奇亚这个名字在玛雅语中的意思就是力量。相传古代阿兹特克战士远征时会随身携带奇亚籽作为干粮，每天吃一把就能提供满满体力。由此可见，奇亚籽并非浪得虚名。食用奇亚籽时，有一点要注意，由于它富含纤维，并且遇水会膨胀形成胶质，一定要多喝水，或先把奇亚籽泡在水、牛奶中，等它吸饱水变成凝胶状再吃。一来这样比较好消化，二来避免干吃奇亚籽膨胀吸水，造成吞咽不适。每天1-2小时，奇亚籽拌在优格、燕麦粥里，或加入饮料中，就是增加蛋白质含 Omega-3 的简单方法。尤其对不爱吃鱼的朋友，奇亚籽提供了植物性的 Omega-3 来源。不过，同样的，奇亚籽虽好，也不宜过量，适量摄取即可。第8名是帕玛森起司，是不是很意外？高蛋白榜单中居然出现起司，而且还是出了名、风味浓郁的帕玛森乳酪。其实认真想想，起司是牛奶浓缩再发酵的产物，营养成分相当集中。帕玛森起司更是起司家族中的翘楚，它属于意大利干酪，质地坚硬，陈年发酵，含水量低，因此营养特别浓缩。每100克帕玛森起司中，大约含有高达38克左右的蛋白质，这个含量几乎可以媲美纯肉类，是所有起司中蛋白质比例最高的。相比之下，鸡蛋100克才13克蛋白，帕玛森起司几乎是鸡蛋的3倍。更棒的是，帕玛森起司提供的是优质乳蛋白，包含人体必需的各种氨基酸，其中像赖氨酸这种促进肌肉生长的关键氨基酸，在帕玛森中含量特别丰富。帕玛森起司同时也是钙质的极佳来源，100克帕玛森含钙量高达1100毫克左右，有助于强健骨骼。对于中老年人，补充钙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，一举两得。帕玛森起司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生物价值极高。所谓生物价值，指的是食物蛋白质被人体吸收转化的效率。帕玛森起司的蛋白质生物利用率约有 75% 以上，远胜多数植物性蛋白。这意味着吃帕玛森所摄取的蛋白质，身体更容易拿来建造自身组织，例如修复肌肉。除了营养丰富，帕玛森起司还相当美味，它有诱人的浓郁鲜香，只要少量刨成粉，撒在沙拉、意大利面、汤品或炖菜上，就能大大提升风味。许多健身的人会把帕玛森当作健康调味料，用一点点就能增加风味和蛋白质。当然，帕玛森起司也有几点需要留意。由于是干酪，所以脂肪和盐分含量相对较高。100克帕玛森约有25到30克脂肪，其中也包含相当的饱和脂肪，钠含量每100克超过1500毫克，比较咸，所以食用时不宜贪多，适量点缀即可。一小块拇指大小的帕玛森约10克，蛋白质就有将近4克之多。如果怕热量，还可以选择市面上一些脱脂或减脂的硬质起司产品，蛋白质依然丰富，但脂肪较少。总之，帕玛森起司作为高蛋白小帮手，是不是很令人惊喜呢？它告诉我们，其实在奶制品中也藏着蛋白质炸弹。第7名是无糖希腊优格，又一个奶制品上榜。希腊优格近年来非常受健身族和注重营养的人士欢迎，它其实就是滤掉乳清。
更加浓稠的优格，因此蛋白质特别集中。无糖的希腊优格每100克大约含有10克左右的蛋白质。乍看之下，10克蛋白似乎和鸡蛋差不多，但别忘了，希腊优格的优势在于几乎不含脂肪，而且容易大量食用。一杯约200克的希腊优格就能提供接近20克蛋白质，脂肪却不到2克，这是相当惊人的营养比例。更重要的是，希腊优格保留了发酵乳制品的所有好处，丰富的钙质、维生素 B 群以及对肠道友善的益生菌。许多亚洲人不太能消化牛奶，但是优格因为乳糖被分解了大部分，反而更容易吸收，不太会胀气。中老年人常有骨质流失问题，每天吃一杯希腊优格，不仅补充优质蛋白，也摄取了大量钙和益生菌，可谓一举多得。无糖希腊优格的吃法也很多样，可以直接当早餐或点心，搭配水果、坚果一起吃，风味绝佳。也可以当成沙拉酱或蘸酱的基底，加入蒜末、小黄瓜丁和香草拌匀，就是著名的地中海开胃小菜黄瓜优格酱。甚至你可以用希腊优格取代美乃滋，抹在全麦面包上夹鸡胸肉生菜，就是一道高蛋白低脂的三明治。需要提醒的是，一定要选无糖或低糖的希腊优格，因为市售调味优格往往含糖惊人，吃下去反而对健康不利。初次尝试的人可能会觉得希腊优格酸味重，不够甜，可以加一点点蜂蜜或拌些水果增加风味。总体来说，希腊优格是一种高蛋白、低热量又营养丰富的食品，特别适合牙口不好的长者或食欲不佳的人。滑顺好入口，轻松就补充了蛋白质。难怪营养师们常说，把优格融入日常饮食是聪明补充蛋白质的方法之一呢。第6名是小扁豆。小扁豆可能有人比较陌生，但它其实是历史悠久的豆类食物。所谓小扁豆，样子有点像缩小的扁平红豆或绿豆，是一种营养密度极高的豆子。世界各地都有吃小扁豆的传统，从印度的咖喱炖豆，到中东的扁豆汤，再到西方素食者常吃的扁豆沙拉。为什么小扁豆这么受欢迎？因为它便宜、耐储存，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含量超高。每100克干的小扁豆中，蛋白质含量约在25克上下，几乎有1/4是蛋白质。煮熟后的小扁豆因为吸水膨胀，蛋白质含量会稍降，但按干重计算，它绝对是植物界的蛋白质大户。难怪有人称小扁豆为穷人的肉。在古代，肉类稀少昂贵时，扁豆就是平民获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。圣经里甚至有以红扁豆炖汤换长子名分的故事，可见在古人眼中，扁豆菜肴是相当珍贵滋补的。小扁豆不仅蛋白质高，还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B 族和多种矿物质。比如小扁豆的铁含量相当可观，素食者常通过吃扁豆来补铁。另外，扁豆属于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化合物，含有丰富纤维，消化缓慢，能帮助平稳血糖。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中老年人是友好的淀粉来源。特别要提出的是，小扁豆还含有多种植化素和抗氧化物质，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？当然，小扁豆也有些小缺点。首先，它和很多豆类一样，含有植酸等抗营养因子，会影响矿物质吸收，容易产气。解决的方法是提前浸泡，将小扁豆在清水中浸泡几小时，甚至隔夜，可以大大降低植酸含量，缩短烹煮时间，让营养更好吸收，减少肠胃胀气的问题。其次，小扁豆的氨基酸组成中离氨酸丰富，但甲硫氨酸略少，属于不完全蛋白。不过只要搭配谷类，例如和米饭一起煮成扁豆饭，就能互补氨基酸，组成完整的优质蛋白质供人体利用。所以在印度菜中，常常扁豆和饭一起吃是很有营养智慧的吃法。对于想控制体重又要顾及营养的人，小扁豆是极佳的主食替代品，饱足感强，蛋白质高，营养全面。简单煮一锅扁豆汤，或者把煮熟的小扁豆拌沙拉，就是美味又健康的料理了。小扁豆价格低廉，在超市或杂粮店都买得到干货，保存方便，难怪被列入高蛋白榜单的前茅。
下次不妨尝试在餐桌上加入小扁豆这个食材，给自己换换口味，又补足营养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前5强，这些可都是几乎人人熟悉的高蛋白代表。一般人一说到增肌、补蛋白就会想到它们，只是它们在排名上的先后顺序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。我们马上揭晓。第5名是鸡胸肉，没错，健身达人们人手一盒的水煮鸡胸，榜上有名。鸡肉本身就是优秀的蛋白质来源，而其中的鸡胸肉因为几乎不含脂肪，蛋白质特别集中，是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肉类。去皮的生鸡胸肉每100克含蛋白质约21到24克，如果烹调掉部分水分，熟鸡胸肉每100克蛋白质甚至可超过30克，这使得鸡胸肉成为各种肉类中蛋白质含量的翘楚之一。更棒的是，鸡胸肉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均衡，消化吸收率也极高，它富含亮氨酸等增肌关键氨基酸，生物价接近鸡蛋，可谓质量和数量俱佳。对健身或需要增强肌力的人来说，鸡胸肉绝对是理想选择。不少运动营养学家都推荐运动后来一份鸡胸肉餐，补充蛋白质效果一流。鸡胸肉在烹调上也非常多元，不管是清蒸、水煮、烤、煎，都能搭配各式调味和配菜。为了避免鸡胸肉口感干柴，可以用疏肥低温烹调或先腌制再快炒，也可以撕成鸡丝凉拌。如果觉得完全去皮的鸡胸太干，可以选择去皮鸡腿肉，虽然油脂稍高一些，但仍属瘦肉，风味更嫩。除了蛋白质，鸡肉还提供人体需要的铁、锌、磷和维生素 B 群。在恢复期的人常喝鸡汤，就是看重鸡肉容易消化，营养丰富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鸡胸肉更是宝贵的优质蛋白来源，价格平实，嚼劲适中，不会太硬，而且几乎没有碳水化合物和糖，糖尿病人也能安心食用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吃鸡胸肉时记得把鸡皮去掉。鸡皮虽然美味，但脂肪和胆固醇含量很高，如果一不小心连皮吃进大量油脂，恐怕对心血管不利，也容易发胖。好在去皮的鸡胸肉脂肪含量极低，大部分热量都来自蛋白质，是名副其实的高蛋白质、低热量食物。所以想要练肌肉或保持体态的人，鸡胸肉绝对值得常驻餐桌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天天吃水煮鸡胸难免单调，如果能搭配我们榜单中的其他食材轮流变化，营养会更加均衡，口味也更丰富哦。第4名是鱼肉。鱼类一直被视为健康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佼佼，好几种鱼都富含蛋白质，让鱼肉成功挤进高蛋白排行榜的前列。整体来说，多数鱼肉的蛋白质含量约在 20% 上下，例如鲑鱼、鳕鱼、秋刀鱼等，每100克鱼肉大概含有18到22克蛋白质，但有些鱼种特别突出，例如鲷鱼，台湾常见的无锅鱼，蛋白含量接近 30%。还有一种迷你鱼类也很厉害，就是文仔鱼、小银鱼、墨仔鱼，每100克蛋白质含量接近30克。小鱼干之所以蛋白密度高，是因为体型小、水分少，营养特别集中。除了高蛋白，鱼肉还有一个鸡肉、牛肉都比不上的好处，它富含鱼油 Omega-3 脂肪酸，尤其是像鲑鱼、青鱼、沙丁鱼这类深海油脂丰富的鱼， Omega-3 含量极高。Omega-3 有抗发炎、保护心血管、维持大脑功能等多种益处。对于中老年人，适量摄取 Omega-3 可以帮助降低三高风险，减少关节发炎疼痛。也有研究指出， Omega-3 对维持肌肉量有正面作用，因为它能增加肌肉对胰岛素和氨基酸的敏感性，减缓肌肉流失。所以吃鱼不仅补充蛋白，还额外获得 Omega-3 的加成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鱼肉的蛋白质属于优质动物性蛋白，氨基酸组成完善且容易消化，比红肉更容易被年长者的肠胃所接受。如果家中长辈消化功能较弱，让他们多吃些鱼，会比猛吃牛肉来得合适。鱼肉中的另一个营养点是维生素 D， 特别是深海鱼富含有助于钙质吸收和肌肉功能，这也是中老年人需要的。当然，吃鱼也有些注意事项，避免重金属超标。大的深海鱼
如旗鱼、尾鱼、鲨鱼，因为位于食物链高端，体内可能累积较多汞、镉等重金属，所以建议大小鱼交替吃，不要每餐都吃大鱼。如果担心刺多难吞咽，可以选择剁成浆的鱼肉制品，如鱼丸、鱼浆，但要注意，鱼丸常有添加物或较高钠，或干脆选择刺少肉多的鱼类，例如鳕鱼、鲷鱼等。总之，鱼肉绝对是对抗肌少症的利器之一，它让我们不只能长肌肉，还可以长脑子。Omega-3 对大脑有益，难怪地中海饮食和日本饮食中，鱼都是长寿老人的餐桌主角。您今天吃鱼了吗？第3名是虾，海鲜家族可不止鱼会上榜，弹嫩鲜美的虾子也牢牢占据高蛋白排行榜的一席之地。许多人可能有个误解，认为虾子胆固醇很高，不敢吃太多。但其实虾肉本身是高蛋白、低脂肪的超优质食物，每100克虾肉去头去壳，约含有20克左右的蛋白质，脂肪却不到2克，而且热量低，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又想补充蛋白的人。虾肉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像钙、铁、锌，在虾里含量都不少。中老年人常担心骨质疏松，虾可以提供钙质，免疫力下降。虾里的锌有助于提升免疫功能，贫血的人，虾肉的含铁量也能帮上一点忙。那虾到底会不会胆固醇太高呢？事实上，虾高胆固醇主要集中在头部和内脏。虾黄、虾膏虽然美味，但确实含胆固醇较高。如果你吃的是虾仁、纯虾肉，其实胆固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，所以不要吮吸虾头，把虾壳和头去掉，安心的享用虾肉吧。这样吃虾既能补充蛋白质，也避免摄入过多胆固醇。一些长辈担心痛风不敢吃海鲜，其实虾的普林、嘌呤含量中等，适量吃问题不大。比起内脏类或部分大鱼，虾并不是痛风最主要的诱因。况且摄取优质蛋白对维持肌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只要总量控制好，不要一次吃一大盘，几只虾的普林含量是很有限的。除了常见的明虾、草虾，中老年人还可以选择体型小的樱花虾、米虾等干虾米制品。这些小虾干因为水分少，蛋白质更浓缩，每100克干虾米的蛋白质含量甚至高达50克以上。无论鲜虾还是小虾干，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。顺带一提，在虾的亲戚中，还有几位高蛋白高手也值得认识，那就是鱿鱼、花枝和章鱼等软体动物。它们的肉质 Q 弹有劲，蛋白质一样丰富。以花枝、墨鱼为例，每100克花枝肉含有约18到20克蛋白质，和虾肉不相上下，而且脂肪极低。很多人分不清鱿鱼、章鱼、透抽，反正它们都属于头足类海鲜，营养上差异不大。其中透抽又叫中卷，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一种，每100克透抽蛋白质含量约20克，是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肉品。不过软体类海鲜也有类似问题，就是内脏含胆固醇较高，所以别吃墨鱼蛋、鱿鱼干等部位就好。总的来说，海鲜类的虾、鱿鱼等不仅美味，营养价值也一点不输陆地的牛肉、鸡肉。在高蛋白饮食中把海鲜纳入菜单，可以让营养更全面，同时变化不同蛋白质来源，对于提升食欲、获取多样营养都很有帮助。现在只剩下2强尚未亮相了，到底哪2种食物能打败上述这么多劲敌，分占榜单的1次2名呢？让我们隆重请出他们。第2名是瘦牛肉。牛肉向来有肉中枭雄的美誉，很多人感觉吃了牛肉特别有劲，这并非错觉。牛肉富含优质蛋白质和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，是增强体力、增肌补铁的极佳食材。高蛋白榜单把瘦牛肉排到第2，可见牛肉的营养实力。一般来说，去掉多余脂肪的瘦牛肉，如牛里脊、牛后腿等，每100克含有约20到22克蛋白质，脂肪含量低于5克。牛肉的蛋白质不仅含量可观，氨基酸组成也非常接近人体需求，属于优质完全蛋白。此外，牛肉特有的营养素也对肌肉很有帮助。举例来说，牛肉富含肌氨酸，
这是一种可以增加肌肉力量和爆发力的物质。许多运动员会额外补充肌氨酸来提高表现。其实日常多吃牛肉就能自然摄取一些。牛肉还含有丰富的铁和锌，铁质是造血元素，牛肉中的血红素铁容易被人体吸收，能预防缺铁性贫血，让我们气色红润，体力充沛。锌则是免疫系统和肌肉生长不可或缺的矿物质。对于中老年男性而言，锌还有助于维持荷尔蒙水平。可以说，牛肉提供了一套肌肉成长套餐，不仅给原料蛋白质，还提供了助力、肌氨酸和工具铁、锌。难怪很多健美选手把牛排当日常餐。牛肉的口感佳也是它的优点之一，那股香气和咀嚼感让人一提到增肌饮食就想到咬一口多汁牛排。然而在享用美味的同时，有几点要留意。首先，尽量选瘦牛肉。肥牛肉虽然香，但脂肪和胆固醇较高，长期大量摄取对心血管不利，而且热量惊人，容易发胖。将肉眼、肋眼那些肥纹明显的部位换成牛里脊、牛腿肉等瘦一点的部位，可以大大降低脂肪摄入。烹调时可以用烤、炖、炒等方式逼出一些油脂，少用油炸。第二，不要过量食用加工红肉，像培根、香肠、腊牛肉这类加工肉虽然方便，但通常盐分过高，还可能含有防腐剂和亚硝酸盐，不宜经常食用。第三，牛肉虽好，也要适量均衡。红肉吃太多，可能增加某些慢性病风险。一周保持在3到5份适量摄取即可。其余蛋白质来源可以用鱼和禽肉替代，特别是高龄或肾功能不好的人，红肉过多也不是好事。话说回来，怎样吃牛肉才能发挥最大营养优势呢？营养师建议可以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吃，比如在牛肉料理中加点番茄、彩椒，或者餐后来点奇异果、橙子。维生素 C 可以促进铁质吸收，还有助于胶原蛋白形成，对筋骨健康很有益处。难怪有人推荐一道组合菜，瘦牛肉炒西兰花和番茄。这道菜色彩缤纷，营养丰富。牛肉提供蛋白和铁，西兰花富含纤维和植物化合物，番茄满满维生素 C 和茄红素，三者合璧就是完美的抗老化健肌菜。不妨参考一下这种吃法，让牛肉的营养价值发挥到极致。终于来到万众瞩目的第一名，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榜首高蛋白食物，它到底是谁呢？公布答案之前，可能有人已经猜到了。有人说，会不会是某种昂贵的补品，还是稀有的食材？都不是。排行榜冠军其实一直在我们身边，而且价格非常亲民，它就是大豆。是的，大豆及其制品荣登高蛋白食物榜单的第一名。大豆的蛋白质含量有多强呢？每100克黄豆中约含有35克左右的蛋白质，这在常见天然食物中几乎是无出其右的存在，堪称植物界的蛋白质冠军。不少人或许低估了大豆，认为植物蛋白不如动物蛋白。的确，以前大家都觉得只有肉蛋奶的蛋白质才完整，然而黄豆是个例外。黄豆含有完整的必需氨基酸组合，也就是所谓的完全蛋白质，这使得大豆成为素食者最好的蛋白来源。除了含量高，黄豆蛋白还有许多健康益处。研究显示，大豆蛋白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 LDL 的水平，保护心脏健康。黄豆中特有的大豆异黄酮是一种植物性雌激素，对中老年女性非常友好。更年期妇女适量摄取大豆异黄酮，有助于减缓热潮红等更年期不适，并维持骨质密度。黄豆还富含维生素 E、B 族、维生素、钙、镁、钾等营养，以及植物固醇、卵磷脂等生物活性物质，对健康有全方位的注意。可以说，大豆不仅提供高品质的蛋白质，还附送一堆对人体有益的成分，难怪营养学界给了它极高的评价。那么，大豆蛋白有没有缺点呢？如果一定要挑剔，黄豆的蛋白质消化吸收率比起动物性蛋白稍低一些。有人吃豆子容易胀气，也是因为豆类有些难分解的寡糖。不过，通过加工和烹调，其实都可以改善。黄豆经过发酵，比如做成豆腐乳、纳豆或充分煮烂，都能提高蛋白质吸收率，减少肠胃不适。退一步说，
就算生物利用率稍逊于牛奶、鸡蛋，但胜在含量高，吃够量一样能补足身体需要。而且最新研究也强调，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的搭配摄取效果最好，所以并非一定要偏执于某一种来源。对于无法吃太多肉类的长者，大豆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补充途径。同时，由于大豆本身不含胆固醇，脂肪以不饱和脂肪为主，相较红肉更适合那些需要顾及心血管健康的人。大豆要怎么吃最方便呢？其实选择很多直接吃黄豆不太容易消化，因此我们一般吃大豆制品。中国人几千年来就很善于利用黄豆，传统豆制品可谓琳琅满目，豆腐、豆干、豆皮、豆浆、豆花、腐竹、纳豆等等，都是将黄豆的营养以不同形式呈现。最常见的豆腐，每100克大约也有8到12克蛋白质，取决于含水量，而热量低，易饱腹。难怪大家减肥增肌时都爱吃豆腐。豆浆一杯约300毫升，则含有9克左右蛋白，比牛奶略低，但胜在无胆固醇且富含植物化合物。豆干和腐竹因为较为干燥，蛋白质浓度更高，每100克蛋白含量可以达到15到20克，是很好的零嘴或配菜。把豆制品和五谷一起烹调，还能提升蛋白质利用率，正好取长补短。对乳糖不耐的人来说，大豆制品更是牛奶的完美替代。至于黄豆吃多了会让男性女性荷尔蒙失调这类传言，科学研究已证实，一般食用量的黄豆并不会造成荷尔蒙紊乱，适量吃无需担心。总之，平凡的大豆有着不平凡的营养价值，以如此亲民的价格提供如此高质量的蛋白质，当之无愧地拿下高蛋白食物榜单冠军。如果最近觉得蛋价太高买不下手，不妨多利用大豆制品补充蛋白，既经济又健康。以上就是最新出炉的10大高蛋白食物榜单逐一介绍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对蛋白质有了全新的认识？过去我们一提到补蛋白，脑中浮现的不是白煮蛋就是牛奶、鸡腿。现在知道了，其实还有这么多选择，甚至很多平价又营养的食材早就在我们餐桌上，只是我们没注意到它们的蛋白质威力而已。值得再次强调的是，鸡蛋虽然没进榜单，但并不代表鸡蛋就不好。事实上，鸡蛋的蛋白质生物价值极高，利用率接近 100%。鸡蛋所含的必需氨、肌酸比例几乎与人体需求完全相符，被营养学界视为优质蛋白的标杆。所以每天吃蛋对健康还是有益的，只是相较之下，蛋白质含量方面，鸡蛋不是最高的。我们可以把鸡蛋当作日常均衡营养的一部分，同时灵活运用榜单上的其他食物，来确保蛋白质摄取量也足够。毕竟对抗肌少症，既要讲求蛋白质的品质，也要保证蛋白质的总量。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原料，再优质的蛋白也无法新建肌肉。在组合蛋白质菜单时，还要注意均衡与适量。正如营养专家所说，没有最好的食物，只有最适合自己的食物。每种高蛋白食材都有它的优势和可能的不足，我们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搭配。例如，需要控制胆固醇的人，可以多用鱼肉大豆代替部分红肉；需要控制预算的人，豆制品、蛋和小鱼干都是经济实惠的选择。想增加钙质的中老年女性可以多吃小鱼干。优格含起司，想摄取更多 Omega-3 的，可以从鱼含奇亚籽下手。此外，蔬菜水果也不能忽视。高蛋白饮食如果没有膳食纤维的配合，容易造成便秘、代谢负担加重等问题。多吃蔬菜水果能提供纤维，帮助肾脏和肠胃处理多余的蛋白质代谢物，减轻负担。任何营养都讲究适度，蛋白质吃太多超出身体需求，反而会转化成脂肪囤积起来，造成体重上升，还可能影响肾脏健康。因此并不是摄取越多蛋白质越好，而是要适量持续，均衡多样。每天3餐都安排一些优质蛋白食物，同时搭配全谷杂粮、蔬果和健康油脂，才能真正发挥蛋白质强健体魄的作用。最后总结一下，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石，中老年人想要对抗肌少症，一定要确保吃够蛋白质。而今天介绍的这10大高蛋白食物，
从植物到动物，从海洋到陆地，个个都是蛋白质含量丰富的明星。它们当中，有的能提供优质易吸收的完全蛋白，有的还兼带 Omega-3、纤维、维生素等额外福利。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需求，灵活选择搭配，吃出健康的肌肉。想象一下，未来当你每天把这些高蛋白好物穿插在餐单中，再配合适度运动，你的肌肉一定会感谢你的。无论是想维持体态、增强体力，还是单纯想在晚年依旧行动自如、劳而不累，蛋白质都是你最可靠的伙伴。希望这份榜单给了大家一些灵感，原来蛋白质可以来自这么多样化的来源，赶快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，特别是长辈们，让大家一起聪明吃、高兴动，远离肌少症，健康乐活每一天。